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人生明明已经偏掉很久了，你自己其实也知道不对，可你就是停不下来。关系明明越谈越冷，工作明明越做越空，情绪明明越来越差，生活也好像被某种惯性拖着走。你不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，而是你觉得既然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现在回头是不是太晚了？很多人最害怕的不是犯错，而是承认自己走错。因为一旦承认，就等于要面对失落，面对代价，面对那个曾经固执、曾经逞强、曾经不愿低头的自己。可是易经第24卦地雷复讲的恰恰就是这件事。他在告诉你，人生真正的转机不是你一路冲到底，不是你死撑到底，而是你终于愿意回来。复这个字表面上看是回复返回，可它真正深的地方在于，它不是被迫倒退，而是一种顺应天道之后的重启。它不是失败者的撤退，而是觉醒者的转身。很多人以为前进才是成长，其实有时候知道什么时候该回头，才是真正的大智慧。复卦的卦象是地雷复，雷在地中。雷本来是震动的，是要发出声响的，是会惊动万物的。可现在它不在天上，也不在半空，而是在地底下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那股新的生机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，但它已经开始酝酿了。外面看起来也许还是一片安静，甚至还带着衰败、低迷、寒冷的感觉，但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一股重新出发的力量已经在土里开始动了。这就是复卦最动人的地方，它不是在你最风光的时候出现，而是在你最低潮、最幽暗、最想结束的地方，告诉你还没完，新的循环正要开始。所以如果要用一个主题来贯穿复卦，我认为最核心的不是单纯的回头，而是4个字：迷途知返。这4个字听起来很普通，可真正做到的人其实很少。因为人最难的不是不知道方向，而是明明知道错了，却因为面子、习惯、情绪、执念，继续把错的路走下去。复卦讲的就是当你发现自己偏了，你愿不愿意回到正道？不是等一切都毁了再说，不是等别人都离开你了再说，不是等身体垮了、钱烧光了、信任耗尽了才说，而是在最早的时候就愿意调整。卦辞说：复亨，出入无极，蓬莱无咎，反复其道，7日来复，利有攸往。这段话很值得反复咀嚼。首先，复亨代表回到正道这件事本身就是通达的。很多人以为承认错误会让自己很丢脸，可易经不是这样看，它告诉你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路就会通。真正堵住你的从来不是错误本身，而是你死不回头的顽固。接着说出入无极，意思是你的进退，你的行动不会再出现大的病害与阻碍，因为你已经不再逆天而行，而是重新踏回正轨。这很像一个人原本熬夜、暴食、焦虑、硬撑，整个人都在透支，后来终于开始调整作息，停止内耗，远离错误关系，身体和心也慢慢恢复秩序。那个顺不是突然中大奖，而是你终于不再跟自己作对。蓬莱无咎也很有意思，人在走偏的时候，身边不是没有朋友，而是你会慢慢把真正对你好的人推开，只留下那些附和你、迎合你、消耗你的人。当你愿意回头，真正能同行的人自然会回来。这不只是人际关系，也是内在状态。你的理智、你的初心、你的节制、你的善意，这些曾经离你很远的东西，也会重新回到你身边。最重要的是，反复其道，7日来复，利有攸往。这句话其实讲的是一种循环规律，天地运行有周期，人生起伏也有周期。低谷不会永远低谷，偏离也不是永远无法修正，但前提是你得愿意回到那条道上。很多人把复理解成回到过去，其实不是。复不是回到旧状态，
而是回到正确原则。不是回去做以前那个幼稚的自己，而是回到那个没有被欲望、恐惧、虚荣扭曲之前的自己。大象传说，雷在地中，复，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。这段话的智慧特别深。古人看到冬至之时一阳初生，所以选择闭关，不让商旅奔波，不让君王四处巡视。这不是消极，而是因为新生的力量才刚冒出头，最需要的不是折腾，而是养护。这其实给了现代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，不是每一次低潮你都要立刻证明自己，不是每一次崩溃你都要马上满血回归，不是每一次看见问题你都要瞬间完成逆袭。复卦的智慧是先停下来，先让那一点点回来的正气站稳，这放在人生里实在太重要了。很多人刚决定改变就对自己要求过高，今天下定决心减肥，明天就要瘦10公斤；今天决定断掉烂关系，明天就要活成女王；今天想重新做人，明天就要让全世界看见自己的成功。这种急其实反而容易把刚萌芽的改变再次压垮。复卦不是暴冲，而是复苏。复苏的意思是你先让自己慢慢活过来，慢慢恢复感觉，慢慢回到节奏。这个过程需要安静，需要节制，需要不逞强。接着来看6个爻。复卦真正厉害的地方，就在它把一个人从刚想回头到真的回头，再到回不来的各种层次全都写出来了。初九说，不远复，无知悔，原吉。这是复卦最好的起点。走偏了，但还没走太远，马上回头，所以原吉。人生最幸运的事，不是从没犯错，而是犯错不深时就清醒。你在感情里发现对方不尊重你，及早离开；你在工作里发现这条路不适合自己，及早转向；你在情绪里发现自己快被仇恨和比较吞掉，及早停下。这就是不远复。很多灾难其实不是因为第一步错了，而是错了之后还连走10步。初九给我们的建议非常直接，一旦发现不对，立刻修正，不要替自己的偏差找理由。你越早回头，代价越小，福气越大。6.2说，修复吉。这个修有美善安和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回头不是狼狈的，不是被打到趴下才回来，而是内心真正愿意安住于正道，所以是吉。这一爻对应到生活中，就是你已经不只是知道错，而是开始喜欢那种正的状态。像有人以前总爱争辩，总爱控制，总爱讨好，到后来他真的发现平和、节制、真诚反而让自己更自在。当你不是把改变当成痛苦的自我惩罚，而是把它当成回到舒服、前进、稳定的自己，那才叫修复。这一爻提醒我们，真正持久的改变不靠痛恨自己，而靠重新喜欢上正确的生活方式。6.3说，贫富利无咎。这一爻就很像大多数人的现实。贫富就是反反复复，今天想通了，明天又犯；今天下定决心，明天又动摇；今天回来了，过几天又偏掉，这很危险。所以说利，但为什么又说无咎？因为他承认人的改变本来就不可能那么完美。很多人最容易在这一关放弃，觉得自己怎么又犯老毛病了，怎么又回到原点了。可复卦很宽厚，他告诉你，只要你仍然在回来的路上，即使反复也还不算真正的罪过。重点不是你一次就改好，而是你每次偏掉之后还愿不愿意再回来。对正在戒除坏习惯、修复婚姻、建立自律、走出忧郁的人来说，这一爻尤其重要。不要因为自己反复就认定自己没救，反复本身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用一次失败来合理化往后所有的堕落。6.4说，中行独复。这一句很有画面。什么叫独复？就是周围的人可能都还在偏，都还在热闹，都还在往错的方向跑，但你一个人先回来了，这是很孤独的。人生很多真正重要的转变都是独自开始的，
你戒掉烂圈子时，别人会笑你无趣；你拒绝内耗文化时，别人会说你不合群；你选择诚实、节制、慢下来时，周围可能还在追逐炫耀、短利、虚荣。64告诉我们，富有时候不是集体狂欢，而是一个人的清醒。当你知道什么是对的，就不要因为身边没人支持你，就怀疑自己的方向。很多时候，群体正在失控时，恰恰只有那个愿意独自回头的人，才是真正站在未来那一边的人。65说，敦富无悔。敦是厚重、笃实，这一爻代表的不只是回头，而是诚诚恳恳的回头，不做表面功夫，不搞半套，不留后门。这很像一个人真的成熟了，他不再只是嘴上说要改，而是生活方式整个调整。他不再只是偶尔反省，而是把正道活成自己的习惯。这种敦富才是真正没有后悔的，因为他不是被迫回头，而是心甘情愿地修正自己。这也提醒我们，人生很多问题不能只靠情绪式反省。你今天哭一场，发一篇文，立一个誓，没有用。真正有用的是，你有没有在生活里做出厚实的调整，该断的断，该守的守，该停的停，该养的养。当你的回头变成具体的行动，才会无悔。最可怕的是上6，弥富，凶，有灾省，用行师，终有大败，以其国君凶，至于10年不克征。这一爻非常重，弥富就是已经迷失到连回头都回错了，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到了这一步，不只是个人遭殃，连带整个局面都可能崩坏。古文说到用兵大败，国君有凶，10年不能争，就是在强调那种后果的巨大。对应到现代生活，就是一个人如果长期自欺欺人，把偏执当信念，把欲望当理想，把逞强当尊严，把报复当正义，那最后不只是毁掉自己，也可能拖累家庭、团队、公司，甚至更大的群体。这一爻是复卦最重的警告，人不是不能藏，而是不能错到失去辨别方向的能力。当你已经一再被提醒，一再有机会调整，却仍然执迷不悟，那灾难就不再只是偶然，而是必然。所以整个复卦6爻其实就在讲一件非常现实的事，偏离不可怕，回头的时机才最关键。越早回头越轻，越晚回头越重。如果根本不回头，最后就不是修正，而是崩盘。把复卦放到今天，我觉得它最能对应的正是现代人的内耗人生。太多人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偏离太久。明明身体已经发警讯，还在透支；明明关系已经没有善意，还在死守；明明工作已经耗钱灵魂，还在为了面子苦撑；明明每天都活得不像自己，却还在扮演一个别人期待的样子。复卦最想说的是，你不需要等到完全崩溃才允许自己改变。人生不是只有冲住和毁掉2种选择，你还有第3条路，就是回来。那到底该怎么做？第一，先承认自己偏了，不要再用忙碌掩饰空虚，不要再用嘴硬掩饰后悔。第二，不要追求戏剧化翻身，先做最小的修正，把作息调回来，把情绪稳下来，把该停的关系停下来，把该远离的环境远离。第三，保护那个刚刚复苏的自己，就像大象传说的冬至闭关一样，新的阳气很脆弱，不要急着拿它去硬碰世界。第四，接受反复，你会退步，你会怀疑，你会想回去旧习惯，但没关系，重点是再回来。第五，若你已经看见前方是错路，就不要因为同行的人很多，就觉得那条路是对的。有时候，独自回头才是真正的清醒。复卦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它不是讲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讲一个还有机会的人。它不是站在道德高地责备你怎么会犯错，而是很温柔也很严厉地提醒你，错了没关系，但你要回来。只要那一点阳气还在，只要你心里还有一丝不甘于堕落的念头，
只要你还知道自己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那你的人生就还没有完。最怕的从来不是冬天长，而是你忘了春天本来就会回来。所以地雷赋不只是讲季节，不只是讲天道，它其实是在讲每一个人生命里最珍贵的能力，重新开始。不是假装没事，不是洗白过去，不是继续重复，而是真正从错误里折返，从混乱里归位，从耗损里复生。你可以跌倒，可以迷路，可以反复，可以软弱，但你不能放弃回来，因为一旦回来，路就又通了。如果你最近也正处在人生某个需要回头、需要修正、需要重新找回自己的时刻，或许复卦就是此刻最适合你的提醒。别急着证明自己，先把自己找回来；别急着赢过别人，先停止输给自己的惯性。人生真正的转运，很多时候不是外在突然变好，而是你终于愿意从错的地方慢慢走回对的地方。今天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现在的人生，你觉得自己是在不远赴、贫富，还是已经走到迷富的边缘？你最近最想回到的，究竟是一段关系、一种状态，还是曾经那个比较真实的自己？欢迎把你的想法留言分享出来，我很想知道你现在的人生正走在复卦的哪一爻。